今天这一场跟初阶讲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初阶是带大家怎么会用就好。那中阶的话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稳定啊，然后要了解这个整个 AI 3大核心的理念，就是什么是 prompt， 什么是 context， 什么是 harness。OK， 那之前我是用餐厅来做比喻啦，那我今天应该也会大概用餐厅的一些例子来做比喻，然后会有一些 live demo。那练习的话就是给各位一些小练习，然后试试看套用到自己的工作场景，然后最后回顾一些重点。那反正名词这些事情啊，现在天花乱坠，外面一直多很多东西，每天都在多。那我觉得核心观念懂就好，然后怎么把 AI 套进自己的工作流程里面。好，那首先观念讲解，我先回顾一下，我前两天在讲开餐厅的这个比喻，就我们这样 vibe coding 的时候，vibe 就是你自然表达说你想要什么东西，所以像你想要吃辣。可是你想要吃辣这件事情呢 ，AI 它不知道你要吃什么辣，你要吃的是麻辣火锅，还是要吃那种什么地狱鬼椒那种辣，还是要吃麻辣香辣之类等等的。那你接下来的 prompt 就是具体的说明说，我想吃宫保鸡丁，我不要花生，我要少油。那你讲的很具体，它可能这道菜就会做得很符合你想要的感觉。但是它有可能做的是台式宫保鸡丁，那我们在那个 project instruction。也就是专案的这个指引档，像是 Cloud.md 啊，还是 Gemini.md， 还是 Agents.md， 就是定义说，我现在这个 project， 我这间餐厅，我就是川菜馆，你今天做所有菜系应该都是符合川菜的风味，所以我跟他讲说我要做宫保鸡丁，我要吃宫保鸡丁的时候，他就不会做台式的宫保鸡丁给我，他就是做川菜口味的。然后skill 就像是这个食谱一样。它可以有放很多食谱在那边。今天这个川菜馆，它可能会麻婆豆腐，它可能会宫保鸡丁，还有其他菜系等等的。那 skill 就是食谱，所以厨师不用一次会所有东西，他也不用背所有的料在那边。就是当需要做这道菜的时候，他去 skill 里面查怎么做，然后把它重复出来。那 MCP 的话就是外部供应商嘛，就是我有些内容是我这里没有的，我要去外面拿，所以 MCP 它就像是一个这种线上供应的系统，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会找给你。对，所以前两天讲的大概是这些概念啦。那统计完在座应该是都有用过 AI 的 agent， 所以这些我相信你们是懂的。好，那今天我们要升级什么？之前你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可能是在对话框可以单次性的把任务描述清楚，然后它做出来。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 AI 可以每次都重现这个流程，重现整个开发流程。就是当一个功能需求来的时候，是有系统性的可以让它重复做出来，而不是每次都是一直跟它对谈，然后做出你要的东西。因为中间可能会修改，那每个人讲话的方式又不太一样，所以你的出餐品质就会差很多。那我们希望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流程，让每一次出餐都是好的品质，而就不是靠运气啊。因为有时候 AI 出东西，你虽然一样的 prompt， 一样的大概相同的事情，它可能出餐品质不太稳定，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变得是可以重复利用。好，那今天主要工具我就会以 Cloud Code 作为 demo 的工具啊，那 Codex 也做得到啊，但对，反正今天主要是以 Cloud Code 为主，不会讲到 Codex。然后，但是其实不管是用 Cloud Code 还是 Codex 还是 Gemini 还是用其他的工具像 Open Code 啊等等的，核心观念都不变，就是什么是 prompt， 什么是 context， 什么是 harness， 就是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些东西你只要懂了，用任何 AI 的工具基本上都不会偏差太远。对，观念是相同的。好，那这三个到底是在干什么 ？prompt 其实就是把你的话描述的清楚，让 AI 可以去理解。所以你除了要给他正确的指令，你还要给他一些限制，然后你输出要什么，也就是说你的成果你要看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讲清楚的话，他才会做出你想要的事情。然后 context 的话，就是我们跟 AI 对话的内容。大家都知道 context 就是所有因为 AI 它没有记忆，所以你所有跟他对谈过程当中，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这个 context 里面包含了这些资讯。对，所以我们要怎么管理这个 context， 把资讯给的充足，不要给一些垃圾资讯，让他没有办法去分析，没有办法去做演算，拿到想要的东西。对，所以 context 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然后 harness 就是这个英文是在讲说这个是
马的缰绳啊。你今天在骑马的时候，你要控制这只马的方向，你要控制它的速度，你不要让它跑偏。那再也是确保，它这个也是确保的意思，就是确保是攀岩，大家知道攀岩其实我们身上会绑一些安全绳，这其实也是一个保护机制，就是我们不要让这只马，不要让这个 AI 它冲得太离谱，它不要跑偏方向，然后也不要做一些危险的行为，就是做一些保护。对，所以中阶不是学更多的术语，中阶是在学说我们把这三者怎么去管理好。OK， 好，然后就那时候统计问大家，就大家在做 Vibe Coding 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你可以每次都描述清楚，让 AI 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你一行code都不用写。对，那但是目前在做各位统计，应该是讲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不符你预期，所以你还需要手动改东西。那这些就是你的 prompt 不够清楚，还是 context 不够完整，或者是你的 harness 没有但是我觉得通常不是第三点啊，通常是前面两点啊。harness 是在做一些确保，就是怎么讲，让 AI 做事变得更安全啊。对，所以通常是前面两者之间稍微有点问题。那我们今天讲就是我们怎么样系统性的把这三者都加强。然后 prompt 不是写一个文章，你写的很多其实没有用，是你要写的精确。对，然后如果你的出餐品质不稳定的话，你就要思考一下这三者到底是哪一个没有做好，然后我们要回顾这些事情。OK， 好，然后你在给 prompt 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东西啊，你不要给的很明确，那有些东西你要给的很明确、很严格。那你把它想象 AI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它是一个在做事的角色，你不会所有事情都管得很细，因为也许它有些事情做的会比你想的还要好，所以你假设管得太仔细的话，它被受限了，它可能就做不了这么好。这个其实跟对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今天我们在安排一个工作，你给某个人去执行，然后你要管东管西绑手绑脚的话，他这件事情他真的很难做好，因为他受到太多的限制。但是有些事情你又必须真的要严格限制，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导致很高的风险，所以你就要看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给的 prompt 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如果是有一些高风险行为的话，你要把很多不能做的事情都定下来，那不是高风险行为的话，其实你给他多一点的空间让他去做，他会做的也许比你想的还要好啦。对 ，OK， 好。然后 context 就像是，我觉得它就像是一间厨房，这厨房所有的资源可以让这个厨师去做事。所以举个例子，你今天要叫他做番茄炒蛋好了，结果厨房里面没有番茄，他怎么做番茄炒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如果你要叫他做番茄炒蛋，然后你一次把全连好了。所有的菜、所有的水果、所有的食材材料都买进厨房，那他今天要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光是找番茄，他可能就找很久了。所以这个 context 是你要给他需要的东西，不要的东西不要给进来。那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人是遇到问题啊，就是直接复制贴上，全部丢给 AI。然后他在里面慢慢去爬，那很快你这个 context 就脏掉了，因为 context 它是把你所有的对话的历史过程啊，然后所有的这个贴进去的内容啊，每次不断的反复的再丢回去给 AI。对，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当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内容淬炼出来。那以 Cloud Code 来讲的话，它就有指令去做 compress 压缩嘛，它会把你的 context 内容去做压缩，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需要的资讯留在里面。但是有时候它压缩过头，变成是其实他需要的资讯也被压缩掉了，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想一下，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才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都留下来？对，那有的方法就是你把它写成这个 prompt 的档案，然后跟他讲说，这里面是你摘要的内容，这些就是你要的东西。你用人来做的方式是，请他把这个 session 的内容摘要出来。然后变成一个档案，你自己 review 过，如果有少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请他再补进去，然后这个档案把它变成一个 prompt 或者是变成一个 skill， 你下一次就可以使用它。OK， 可以理解齁。好，这个举例应该清楚啦。好，那再来就是专案指引档啊，就是 cloud.md 嘛，或者是 codex agents.md、Gemini.md 等等都一样，它是相同的概念，就是这是一个厨房的规矩，你要把规矩定义在这里面，但是你里面又不能说太多的
废话，就有些是 AI 它本身就知道的事情，你写在里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例如说，我们在开发搭内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的变数要宣告都要用 var， 那 AI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就知道搭内这些东西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你不用跟他讲，但是你写在你的 Cloud MD 里面，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浪费。他已经知道事情，你在跟他讲干嘛？就像是假设我在公司定了一个工作规范，只要你们进公司就要打卡，然后就要把电脑开机，然后离开公司的时候要把电脑关机，然后也要打卡下班。每天这样跟你们讲，你们也会觉得很烦。这些东西是背景知识，根本就不需要说。所以你如果在 context 里面你如果在你的这个专案指引档里面写这些事情的话，那其实对 AI 来讲就是一个不必要的事，然后还会烧你的 token， 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在专案指引档里面，基本上就是写这个专案它特别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团队特别的事情，就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写在里面才有价值，他才知道说我必须把这些事情套用在这个专案里面。对啊，已经知道事情写了就没意义啦。对，好，所以通常会写什么啦？那大概就会写说描述一下你这个专案到底是在干嘛。你其实不用写太多太复杂，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给他很多资讯，所以你只要精简摘要说他是在做什么的，让他有一个背景知识就好了。然后在这个专案里面我们用到了什么stack， 例如说前端专案的话可能是用React 啊，然后有用到 MongoDB 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工作习惯就是我们需要做 RWD 啊，然后要做一些检查点啊，要跑 integration test 啊，就这些事情把它写在里面，就重点写在里面，是我们的专案跟业界不太一样，那你写在这边才有价值。对，如果是跟业界大同小异的话，你就不要写了。那整个专案指引档它不是在写百科全书啊，不是要定义说这个厨房的所有规矩讲得多好。对，因为你写的太少 AI 乱猜，你写的太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被淹没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出你想要的事。然后这个是好像是某一个学术单位啊，他们研究说，如果你让 AI 自己产这个Cloud MD 之类的，其实不太有帮助，因为它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业界的背景知识。对，所以反而是影响到你的这个回复品质。那人写的话，你塞太多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帮助。所以你只写最小的必要规则，这样子效果是最好的。OK， 目前可以理解哈。好，然后就这边讲怎么写，其实我大概快速带过。其实核心的观念就是你只写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不要写，然后最好都用反面例子，就是你不要这样子。那写这种什么保持优雅啊，什么要有 clean architecture 啊，这种有奖跟没奖的话，其实就算了，别写了，因为这个是没帮助的。然后保持优雅，怎样的code叫保持优雅，对不对？可以理解齁。所以假设你自己回去翻你的 Cloud MD 还是你的 Agency 的 MD 有写出这样的内容的话，就把它删掉了吧。对 ，OK。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context 它是需要持续的去 update 的。就假设这个 AI 在这个 project 同样的错犯了2次以上，其实你就要考虑一下，它犯了这2次的错误，是不是有必要写进 Cloud MD 里面？对，这是蛮重要，就是你要持续的去优化。这其实也是 Harness 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你要持续优化你的 agent， 让它不要跑偏。对，所以你是不是要回头去更新这件事情就蛮重要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的这个 Cloud MD 啊，它其实是可以变成组装的。对 ，Cloud MD 呢，基本上就是写最核心的关键内容。好，例如啊，像我的话，我一定会在 Cloud MD 里面写说，请你所有的文件、所有的回复都用繁体中文回复我。对，那因为中文对我来说比较友善啊。那之前我看过有人在讲说，写英文的会比较好。但是最后我自己看一下研究下来啊。写英文它只是比较省 token， 因为一个中文字要算2个 token 嘛，所以写英文是比较省 token， 但是它不一定比较好，就是只要没有办法精确的描述你想要的事情，它其实品质是不会比较好的。对，所以重点还是你把你的内容淬炼出精华，那你不管用什么语言，它其实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对，那可能中文1个字代表2个 token， 可是中文有时候1个字可以代表比较多的意义，所以用中文没有比较差。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团队大部分都是用中文，所以我觉得用中文对团队来说会比较友善，所以我基本上我现在 Cloud 点 MD 啊，还是对话回复这种，我都请他用中文。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核心的角色把它抽离出来，你不要写在 Cloud 点 MD， 因为举个例子，今天我在开发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它是有前端、后端、有 DB， 然后有 QA、有 BA 要一起做讨论的。那可是你不是每一次的任务，它其实都代表所有人都要做事嘛，所以有可能说我今天开发前端的时候，我只需要载入前端这个角色，然后跟前端必要的技能进来就好了。对，所以你的档案是可以拆开来的，你就可以把这个 Cloud 点 MD 当做是一个书签的书签，应该讲目录啊，就当做一本书的目录。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它会自己去载入对应的内容进来。然后像我在做的话，就是前三者是一定要载入的，后面的话就是选用。对，所以它是可以变成像拼装车，组出你想要的东西。那 Harness 就是你要怎么管住这只agent 这只野兽，对，反正就是我们要怎么管理。那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啊。第一种是你限制很多的内容，跟他讲说什么做什么不要做。再来就是权限啊，像沙盒模式，或者是说如果你要做完全开放的模式，那你就要给他很多约束，不然他会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事情。虽然说各家模型现在都变聪明了，他不会没事给你 RM 减 F 然后 root， 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你根本不想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自己跑出去外面做了。例如说他去爬网站啊什么的，可是我现在在开发过程当中，我给的资讯都很充足，根本不需要他爬网站。对，那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些约束条件的话，他可能就往外去做一些根本不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权限这件事情啊，如果是初学啊刚开始的话，我真的是建议不要全部开放啊。就假设你完全开放，因为你可能就是他一直问你 approve 嘛，啊你点到很烦你就全部开放，那这其实就没有做到 harness 啊，就是蛮危险的事情啊。对，然后再来就是hooks 是你当他做了某件事情之后，你可以叫他一定要做哪些事情。例如说前端开发完了，然后只要改了档案，就请他自动跑一次程式码检查。对，这种也是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让他程式码不要太脏乱。然后假设是写 Terraform 的话，就可以叫他跑那个TMF， 就是格式化等等的，让他每次出产品质变得更稳定。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 workflow 来去控制它，看完 code 之后你才可以改，你不能说直接改了之后然后来验证，然后验证都 fail。对，所以你就可以限制他说，在改之前先找你讨论，讨论完之后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分成几个步骤，然后再开始改，改完最后还要跑一些 integration test 啊，还是 end-to-end test 啊。对，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出产的内容变得是有受到品质保证的啦。对，所以 Harness 它就像是安全带一样，它不是绑手绑脚，它基本上是保护你的安全，就是让你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可以放心的让它动手去做事。对，可以理解齁。我要提示它就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我们要设定一些护栏，就是让它做事是不要超出这个范围的，就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就是我们要限制它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一直去反复调教它，那这个调教有可能是改你的 Cloud 点 MD， 有可能是改其他的 prompts 的档案。对，所以你要去调教它。那再来就是你做 skill 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 skill 以后就没事，这个 skill 中间过程当中，你可能每天在用的时候会发生一点小状况，那这些小状况发生完之后，你要跟他去讨论说为什么你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不如预期的事情，然后请他去改这个 skills， 可以理解齁。所以这两者都是要互相搭配，才可以做到有效的去控制你的 AI。OK， 好，所以这上面就是讲这个我觉得比较核心的三大观念呢，就是什么是 prompt， 什么是 context， 什么是 harness， 我们要怎么去管理。OK， 好，然后我快速带过啊，因为我相信这边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三个是在干什么的。Skills 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给 AI 的 SOP， 只要你有一件事情想要有效率的去重复使用的话，基本上你都会写成 skills。对，它就是一个食谱的概念，只要人家拿到这本食谱就可以做出一样的菜。对，然后 MCP 的话就是我们要去拿外部资料的话，需要透过 MCP， 但是也不一定要透过 MCP 哦。我前两天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 MCP 就有点像是我今天在厨房，我需要点一些食材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走去菜市场买，我也可以打电话叫外送帮我送过来。对，那 MCP 就比较像是打电话叫外送帮你送过来嘛。那如果你家楼下、你家旁边就有一间全联，你自己走去买是不是比较快？所以你用 MCP 的成本有时候是比较高的哦，它不一定是比较划算的哦。对，这个观念要有，就是假设你这些东西是可以简单透过 API、透过指令就已经办到拿到的话，其实你不要用 MCP。对，因为你用 MCP 的效果可能没有这么好，反而会很烧你的 token。对，所以这是一个折中啊，你自己要看情况，然后去选择你要用哪些工具。然后 plugins 的话，就是白话一点讲，就是把上面的东西打包成一包。对，所以这个 plugins 里面会有 skills， 会有 MCP， 可能会有很多的 prompt。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啊。那以餐厅来举例的话，大概就是我现在开了一间餐厅，我的餐厅厨房里面没有这个窑烤披萨的这个窑。那我可能打电话叫一个小餐车，这个小餐车可能就是 plugins 嘛。这个小餐车里面有所有做窑烤披萨的材料，包含那个窑都在这个小餐车上面。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那 plugin 就是集合体嘛。好，那SOP 其实有很多种做法，你可以自己做，你也可以用别人的。然后它就是一个让 AI 可以套用的模板。所以假设啊，我们开发。这是我们每次都会经过的一个流程，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SOP。对，然后需求模糊的时候丢一句话进来之后，请他反复跟你对谈，然后去思考，然后做一些脑力风暴，然后确定了之后，我们才开始计划说要怎么去分工，然后最后实践，然后实践完之后要去做检核。对，就是怎么样把 SOP 把它定下来。对，然后你就可以做成一个 skills。好，可以理解哦。那我不确定在座是不是都有做过 skills 啊？那我自己只要重复2次以上的事情，我就会做成 skills。例如说，我前2天不是讲了那场初阶的吗？然后我有录影下来嘛，那我也没有学过剪片嘛，然后也是 AI 教我嘛，那我就直接把它写成一个 skill， 就是我下一次我要剪片的话，我要做哪些事情，它就帮我做完了。对，大概是这样啦。然后这边今天我不会讲 MCP 啊 ，MCP 就是看需求啊，就大多数情况，我觉得可以透过 API 直接做到的，我不一定会用 MCP 啊。对，那有些是它的架构来回可能太复杂，用 MCP 比较方便的话，那大家就可以用了。对，所以 MCP 是帮助 AI 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更正确的拿到它想要的资讯，而不是去爬网站啊，一点点爬回来，因为这样子其实蛮没效率的。对，大概是这样子哦。好，然后所以中阶到底要学什么？中阶就是学把话讲清楚啊。其实我觉得跟上一场讲一样的话，把话讲清楚，其实不是只有对 AI， 对人也是。对，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讲清楚，然后人家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对，然后 context 的话是你要把 AI 要的东西都准备好。那有些东西是每次都会，就像规矩这种 Cloud MD， 就是每次都会给他的，那你就不要写太多不必要的废话，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要定下来。对，然后其他需要资料内容的话，就是看你要怎么有效的去给他，不要所有东西都丢给他一个大杂烩，可能 debug 的 error 是整段贴给他的 ，stack trace 也有些时候是必要的对，但折中就是大家自己要想一下，给他什么是有价值的。对，没有价值的，你给他就像是假设啦。我今天突然开发完了一个专案，我随便丢一个人说，这个专案我跑完是可以跑的，你继续接手。这其实是另外一个人他怎么接手，他连看都没看过，他也不知道哪边是关键。你好歹跟他讲说，我专案从哪边进入，哪些是核心的程式，哪些是核心的 API， 你至少要跟他讲这些事情嘛。对，讲那些才是有价值的。你给他整包专案是没有意义的。对，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样限制这个 AI 不要做不对的事情。假设他做错事的话，你要一直跟他反复的确认，你要把它这个写进，不管是 Cloud.md 还是写进你的 memory 里面，就是让他在每一次做事是稳定的，所以你要跟他反复的去调教他啦。对 ，OK， 所以中间其实不是要装工具，对我来说其实不用装太多工具。现在的tool 这种 Cloud Core 啊，它其实就我觉得蛮健全的啦。所以你要会的不是装工具，你要会的是怎么让你的 AI 它在每次的工作当中是稳定的。对，所以我们学习是要设计 AI 的工作环境。OK 好，然后讲到这边的话，等一下 Live Demo 我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我现在这里我在桌面开一个啊，你们在哪里开都可以啊，反正就开一个全新的专案，里面是空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请 AI 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在专案里面建立 role prompt。那个昨天晚上但怎么给我等我一下，我准备一下我的东西。好，我们切进来 Cloud Code，不是 Cloud Code 啊，我们切进来 VS Code 这边啊，你们用什么工具都没有差啊，就是假设你们习惯用 Cloud Code CLI 的话，你们打开 CLI 也 OK， 还是说你们要用这个桌面版，其实也可以，那没有什么差别。那昨天晚上那个 Cloud Code 它更新了模型嘛，你们建议可以用看看，对，新的模型4.7，然后再就是它这个 effort 啊，它又多了一个 extra high， 对啊，我就都选中间值啊，今天 demo 就选中间值就好了。那我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请他在专案里面建立3个角色，一个是前端，一个是后端，然后一个是 QA， 我就这样子请他建立。他等一下就会帮我建立 prompt， 会建立在这个专案里面，看他怎么建。来，我们看他现在建出了3个角色嘛，然后你看我刚刚就3句话而已，他接下来就产出了这么多的内容出来。好，那我现在也其实他这个出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事情嘛，就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对，他也没有讲说应该要做什么啦。其实输出规范，等一下我会说，输出规范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什么东西不要做，绝对不要做嘛，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好，我接下来要请他配这个 skill， 就是这3个角色如果要做事的话，他应该会有什么样的 SOP。好，他直接建立在 skills 的这个目录里面，他没有建在点 Cloud Code skills， 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建立在点 Cloud skill 那边的话是让 Cloud Code 可以自动的去抓到它，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要自动让 Cloud 去抓到它的话，其实不一定要建立在那边，你写在哪里都可以，可以理解哦。就这边有没用过 Cloud 的人可能就不太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可以大家看一下内容啊 ，AI 产的你看它 SOP 来前面先定义 schema， 然后再定 API， 然后再补 validation。很聪明啊，就是他 backend 做事的步骤。我刚好像没有教他讲做这些吧？还是有？好，那前端的话，他应该会先做哪些事情，再做哪些事情？他 skill 都列出来了。QA 也是，我就不一个一个看啦。然后 Slash 是 Cloud 的这个指令呼叫方式啊。然后隐匿的话是他会帮你建立这个Cloud.md，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 Cloud.md， 大家有看到都还没有 Cloud.md，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能带一个角色，然后带一个对应的 skill。那因为我现在里面只有一个 skill 啦，只是未来可能会有多个 skill， 我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带2个、3个之类的。所以我直接限制他说最多只能带3个。虽然我每个角色现在可能只会带一个 skill 而已。好，我就跟他讲了之后，他就开始建立啦。那思考一下，好，让他思考的过程当中再讲一些内容。好，所以基本上会这样子用，就是我希望他做事的时候，他一次只带入一个角色，我不要他是大杂烩，就是他又要考虑前端，又要考虑后端，然后还要考虑到 QA 测试的东西。然后这边没有 BA 是因为等一下我要用一个 plugin， 它是像 BA 一样的能力啊，对，所以我这边没有特别加 BA 的角色。那实际上就是看各位专案，你们想加入什么角色，你们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加进去。然后如果你 skill 太多的话，它会有 SOP 冲突，就像是刚 Fin 的一些提问，他有时候不知道做哪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他乱做，然后一次跑了很多不该跑的事情出来。对，所以我希望他聚焦当前的任务，最多就带入3个 skill， 对，或者是1个 skill 也可以，就是看你们怎么写。然后建立 Cloud.md 是我不希望他忘记我上面讲的这2件事情，这个就是我 Cloud.md 的价值，就是我叫你角色扮演，但是你不要一次扮演3个角色，你一次就扮演1个角色，你一次带入1个或者是3个 skill 之类的。对，那还有很多的约束可以写在里面啊，例如说，今天他扮演DBA 的时候，那我们 DBA 还会再配一些 policy 给他，就是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然后你在这个 DBA 在设计 MSC core 的时候，他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它命名规则应该怎么弄，然后在设计 Mongo 的时候，它的命名规则应该怎么做，然后架构应该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一点一点加进来的。这边大家可以先安装一下，官网就告诉你怎么装这个 Superpowers。那 Superpowers 装完之后，你的 Cloud Code 要 restart 一下。那如果是用 Codex 的话，就 Codex restart 一下。对，好，那我再跳回来这边啦。好，回到这里啊，看一下它 Cloud.md 建好了没？建好了。
好，我们看一下内容哦，这就是我刚刚跟他讲的，就是你一次只带入一个角色，然后 skill 要用对应的 skill，然后最多是3个啦。哦，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内容。好，我直接跟他说我的需求啦，我就贴在这里啊。这纸应该没错吧？我确定一下 ，Superpowers Brainstorm 啊，哦，这里。哎呀，他现在下面这句没有给我送出去，然后被弃用啊，不管啊，我照讲。大家 Fin 有问题吗？啊，没关系，他还是呼叫到，聪明嘛，对不对？有他这里讲，他已经呼叫到这个 skill 了。好，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做什么，然后他就会跟你做一些脑力风暴。那 brainstorming 的话，前2天有听过的人他就知道怎么用，那没有用过的人大家试一下。好，他现在问我啦，他现在看完我的需求之后，他问我说：“哎，我要做什么样子的？我是要个人用的，还是小团队用的，还是要前端 demo RWD 用的？”那我这边不选太大，因为我怕等一下做太久，这场 live demo 会变得很长，所以我先选个看一下，不行啊，我觉得还是要做多人的啦，做多人的。然后他就会根据你的反馈，然后继续往后面去 design， 然后去想说，哎，后面要做哪些事情。我既然前端后端的角色都已经给我，当然是全端啊。好，问什么？虽然说不要做太小，反正功能也不复杂，全做。要不要即时哦？应该是不用啊，不用即时，不用即时。好，你们自己也可以想想，你们想要请他做什么东西，然后就自己试一下，然后他会去跟你去来回几个对谈啊。你们不要想太复杂、太庞大的一个系统，对，一点一点来。好，他说要不要输入密码？要不要有登录啊？Live demo 不要啦，不要做这些，做太多，等一下我自己在验证的时候也会麻烦啊。他开始问技术站了，前端。假的，我觉得 A 好像比较好他写什么？太多了，看不完啊。他摘要是不是？好，他建议一我们就一咯。好，现在 Super Powers 他扮演就像是 BA 的角色，对，他帮我们整理完需求了。OK 啦，没问题啦。这其实你跟 AI 互动过程当中，如果不 OK，你就要讲哦。例如说，假设你想要不是 SQLite， 你想要用的是 Postgre 或者是 MongoDB 等等，你这边就要跟他反馈了，他就会继续往下设计。好，所以人类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看他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对啊。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跟他讲咯。好，你现在还在对谈过程当中啊，左边都还没有新的档案出现，就他都还不会开始动手写code，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想到什么叫 AI 直接做，而是跟他讨论一下，或者是说你真的已经 plan 好所有事情了才请他做什么 OK 啦。对嘛 RWD 开始他也有讲嘛，因为我一开始有说我要做 RWD 他这边就开始在设计 RWD 的一些画面应该长怎么样子啊等等的手机看棒。好 demo 什么都 OK 好。他文件产完了，然后所以我们看来专案这边呢就多出了这个spec，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开来看，然后这是跟他讨论过程当中，他把这些 spec 都列下来，就是你跟他反馈讲说要用哪些技术站，然后目录结构长什么样子啊，架构什么样子啊，资料流啊，你看他其实都写得很清楚，然后 DB 他也帮你设计好了，就是哪一个栏位，然后应该是放什么东西等等的，对。那这边就不仔细带过，因为其实还蛮长的他这边有写啦 ，write plan 可以直接用 write plan 这个指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他等一下会怎么去这个拆分 task， 就我们规划好左边的这些spec 之后，他等一下他会去拟定 plan， 就是这个是需求嘛。那需求要变成可执行的计划，有些东西是可以同步做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同步做的，所以他等一下会帮我们去看说哪些东西是可以同步做的，然后他就会拆成2个 agent 去做。要不要拆2个 agent？ 他等一下应该会问你啊。好，慢慢等他，然后讲一些后面的内容。你在用 brainstorm 的话，他就是帮你把一个很简单的需求，然后跟你做脑力风暴，就是他要去询问你，就真的像 BA 一样，他会去询问你，你真实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想要什么样的功能，想要什么样的技术，他就一点一点的帮你问出来。对，然后不是直接写code，然后产生了这些 spec 之后，他才会继续往下。你跟他讲说，这个 spec 没问题，我们要开始做，他会去帮你产生这些 plan， 然后等一下你们应该会看到了，因为他现在在跑，他就会分成可能2-3个 phase， 然后
每个 phase 里面可能有10个、20个的 task， 然后写完这件 plan 之后，他开始继续往下，就会依照这些 task 一个一个逐步的去把它做完。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结果啊，但是结果我猜通常是这样啊，就是后端他会去先做这些 schema DB 相关的东西，然后把 APIs 做出来。那前端他可能会同步进行，就是看他等一下会不会问我们需要开 sub agent， 他就两边同时下去做。对，然后测试的部分会等到上面都做完了之后，他才会开始做验收测试。对，那看到成品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再持续给他反馈。例如说你在 UI 点击的时候发现，什么功能会跑版啊，然后看到问题之后，你去想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补在哪一层，到底是 context 有问题，还是你给的 prompt 有问题，还是 harness 应该要多做一些事情。对，反正 AI 给的东西通常不会一次到位啊，你自己要判断到底是哪一层不好，然后我们给 AI 反馈，然后让它下一次做得更好。好，可以理解齁。那我再回头看一下，他现在跑到哪里了？哦，还没做完。哦，来，他现在就问啊，他说有些 task 是可以同步进行的，然后你要不要用 sub agent？ 那我们试试看嘛。可是我不知道各位 token 够不够你们的模型可能不要选强的模型，不然我怕你们 token 一下烧完了。就一般来说啦，做事我觉得可能用这个模型就够了啦。对。好，他现在就是多个 agent 同时下去做，就我刚刚讲的事情嘛，就是他假设可以同步的话，他就不会像 pipeline 一样上一层做完下一手才能做。我们看他 plan 出来的结果，他已经想好之后档案结构长什么样子了，基本上他等一下产出来的内容啊，就会跟这个差不多是一样啊。然后我比较想看他的 step， 对，来，他刚刚讲说分了几个 task， 2个还是3个？他分3个 task， 是这么多啊，这等下去我们可能要到中午了。好，每个 task 里面有几件事情要做嘛，他就逐一去做，他会拆多个 sub agent 下去做。好，这边我就不等他了啦，不然真的太久了，等一下要吃饭了。好，那我们回到简报这边。那除了 Super Powers 啊，那我还有在用一个工具叫做 OpenSpec。那 OpenSpec 它是在做一个需求管理的，就是它有点像我们开 Jira 一样，今天 user 开了一个需求出来，然后跟 BA 去讨论完，然后 BA 会产生出这个需求的这个文件 SRS， 然后拿到 SRS 之后，我们就照着 spec 去开工去做事，做完之后呢，那 user 验收完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结案。对，所以它这个循环其实跟人类做事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它会把所有的过程都写在文件里面。你提出需求变更，然后你这个需求变更里面还有在一些不一样的内容调整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把这些文件列起来，然后文件 archive 之后呢，它就一直留存在那里。下一次假设有相关的功能，它其实是回头会去看的。所以它把所有的需求过程、客变，然后验收完的结果的符不符合预期的文件，它全部留着。对，反正就变成像是一个需求变更的账本一样。对，那等一下时间有限啦，这个 demo 不到了啦。对，那你们自己就可以试一下。对，那只要装完之后，在你们专案里面去启用它就可以。我记得启用完应该也是要 restart， 对 ，restart 你们的 Codex 或者是那个 Cloud Code。好，我们回顾今天的 demo 啊，今天的 demo 好，前面就是我们先展示出怎么去分角色。那依你的专案的 case， 你其实可以分更多不同的角色出来，然后每个角色可以有他自己的 technical stack， 然后有他的 skill。对，那 Super Power 是我特别喜欢它的脑力风暴这个功能。对，那 Super Power 它其实也可以帮你把需求啊，然后把这个 plan 啊都写成文件，像我们刚刚有看到。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是 OpenSpec 的这个需求记录方式。对，就等一下，如果你们自己实作看看这个 OpenSpec， 你们会发现它的文件其实管理的还蛮不错的。对，那为什么需要这2个啊？因为如果你不用这样的工具啊，你在跟 AI 提需求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像是跟人的一场对话。例如说 user 或者是 BA 来跟 developer 讲什么，讲了一大堆事情，然后你很快的把它做完，可是下一次你就忘记那些 spec 了。
对，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 spec 把它留下来。对，不管是用 superpowers 还是用 OpenSpec， 对啊，只是 OpenSpec 的这个工作流程记录方式我特别喜欢，对，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那时间关系就不 demo 给大家看嘛，对。那这两者都是帮助你先 plan 好，然后拆成很多个小工作，然后再把这些小工作分配给不同的角色，然后使用不同的 skill 去做事。对，那在这些过程当中 ，AI 产出来的东西通常不会是第一次就是你要的，而且会有很多 bug，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就要想想，今天出的这些 bug 到底是你的 prompt 没讲清楚，它是一个 requirement 的 bug， 还是真的是这个程式的 bug？ 对，然后你的内容给的清不清楚？那你有没有给足够的资讯？那如果他做了不对的事情，你有没有去把他调教回来？你有没有去跟他讲下一次哪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把它变得更好？对，所以及时的反馈是蛮重要的事情。那这些 prompt 这些的 skills 都是要一直持续的去更新的。所以整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定是计划先看好没问题之后才请 AI 做，不然你直接叫 AI 做，这个流程就会是一直反复出现同样的错误。对 ，OK。好，反正就是想办法让你的 AI 越跑越稳的话，你要了解这三个东西，你要把它用得好，做得好，你才可以让你的 AI 越跑越稳。OK， 好，那刚 demo 完之后，其实有个东西我没有提到啊。那现在讲是想要后面大家去练习，其实你在给 AI 任务的时候啊，你都要有一个预期结果，它产出来的东西到底怎么样才是你需要的。例如说，在产测试案例的时候，你需要它给什么样的格式，然后这些格式里面的内容要包含哪些事情，所以你自己要把它定清楚。所以你在给 skill 啊，你就像刚刚我们有定角色嘛，有在定 skill 嘛，其实我们还要叫它搭配其中一个 template， 就假设他今天是在做任务规划的话，这个任务规划产出来的内容应该长什么样的格式，然后在做需求变更的话，需求变更出来的内容要长什么样的格式，对啊 ，code review 完之后要长什么样的格式，其实你都要跟他定清楚。其实应该这样讲，不是讲格式，是这个格式里面必须包含着你指定的内容。对，你不可能叫他 code review， 然后产生这个测试案例，这就很奇怪，对啊。然后在他请他提设计的时候，他要给什么样的反馈？所以像我们刚刚在用这个 superpowers， 他不是会一直问答吗？就是问你问题，然后让你回答嘛。他其实这些都是有 template， 就是今天你提一个需求，他想完了之后，他会用什么样的反馈给你，然后让你再去跟他做互动。对，那这些东西定好之后啊，下一场当我们讲到 multiple agent 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个 agent 的 output 是下一个 agent 的 input， 那你要给下一个 agent input， 你就要给他足够的资讯，所以这些设计就变得很重要，可以理解哦。好，然后练习的话，因为今天是我访控，大家 remote 在家啦，那没有在现场做练习讨论，那这个我就跳过了，就你们自己有空的时候试一下。你们怎么样去设计你们自己的 cloud code， 然后你们可以定一些角色，定一些 skill， 定一些 stack 出来。好，那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事情不要做，这个一定要讲清楚。那我们不追求 cloud.md 一次写到100分啊，反正我们做到可以用，然后有问题的话是在中间的过程当中陆续的去把它修复，把它强化，变成是更符合你的专案，更符合我们团队的这个用法。好，那 Harness 也是大家要练习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在给 AI 做约束的，所以什么事情都 auto approve 让它去跑，那跑出来的东西很难是你想要的样子。对，所以不是 AI 不够聪明，是你没有给它约束，没有给它规范，你让它像一台失速列车胡乱撞。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你们在定这个 cloud.md， 我建议是不要直接合进 master 啦，就是不要把它合进去，就是你自己先练习一下就好。因为下一场我会讲到的是 playbook，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啦。其实今天重复在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把你说的话讲清楚，怎么样管理好 context， 这是蛮重要蛮要顾的，因为这其实跟钱也有关系啊。那如果说你的废话内容太多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你的用量。对，就这样咯。然后我觉得
context 如果脏掉，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开一个新的 session。我自己是很常这样做啦。其实我不太会在同一个 session 里面去做压缩。我跟 AI 在协作过程当中，一项任务做完，我就是开一个新的 session。对，我不会让同一个 session 一直重复去使用，因为这个其实效果久了一定不好的。对，好。然后，如果你们要串接很多东西的话，你们就要注意啦。像 Mark 就有遇到 MCP， 它消耗 token 用量比自己打还要多很多。对，所以 by case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好，那下一页基本上这3个核心观念你不管用哪一套工具，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像最近外面很红的一些什么 Hermes Agent 啊，其实 Hermes Agent 就是在改进 Harness 这一块。就是它好像是每10几次对话的迭代，它就会去做一次改进。对，那其他的如果不是用 Gemini， 不是用 Cloud Code， 不是用这个Codex 的话，像 Open Code， 它其实也是有这些观念的。对，反正就是跟 AI 沟通的观念，你不管用哪套工具都是一样的。然后 Cloud.md、Agents.md 是团队共用的厨房所以你这个规矩如果定得很奇怪，其他人不想遵守或是不认同的话，我是建议不要写啦。对，那像我们现在团队啊，会有因为2个我们都有买授权嘛，你这2个都可以写，但是我现在的做法是我只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用那个 soft link 的方式，所以它是一个指向它的档案。对，所以我只要编辑一份就好了。Gemini 我自己有在用，所以我就有3个档案，有2个都是 link to Cloud.md。对，你们可以这样子用。那对，这下面这个是你们已经知道，就是我们让 Skills 让 MCP 有了这些工具之后啊 ，AI 就不再只是像 ChatGPT 一样在对话视窗跟你聊天，然后你要复制贴上。我们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了，因为这真的很慢，很没效率。对，所以我们让 AI 是变得是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协作的一个人一个角色。对，等到你会用之后，它其实不是一个人一个角色，它可以扮演很多人很多角色。好，然后刚刚讲课后练习嘛，就是你们自己去写好一份 MD， 就写好一份 Cloud MD， 然后里面可以列一些技术站，然后这个专案的一些规范，然后流程啊、禁区，什么事情不能做，这个特别重要。对，然后如果是有时间的人，你们可以再试试看，在做同一个专案的时候，我们先只用说的，然后开始补一些专案指引档，然后有一些反馈，然后有一些 SOP 之后，看 AI 做的会有没有进步等等的啦。对，这些都是有差的。好，大概就这样啦。然后下一场我会讲到就是多个 agent 跟多个专案我们会怎么做。所以今天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把一间厨房管理好。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中央的工厂、食品工厂了，它已经变成是有一个生产线的概念，是很多东西是可以全自动化，帮你做完所有事情，你不用再一个一个的来回对答。对，那这个会比较进阶。那前面的东西就是你如果吸收起来是有困难的话，我觉得多用一阵子。进阶场我可以再多开的，就等到各位用了1个月还是2个礼拜，你真的是很有感觉了，那我们再开第2次的进阶场。所以下礼拜会先开第1次，让比较基础已经比较好的人可以做得更好。OK， 那有没有其他问题？大家练习一下，啵啵。